叶心怡，请随我来。小主人，多吃点吧。小主人怕是困了吧？叶心怡，这边请。郎主，叶心怡到了。让他进来，把门关上。平安见过狼阳郡王。我对叶心怡早有所耳闻，叶心怡既能得圣上看重，必定有些非凡的本事吧？我不过是会些术法，才得了圣上的赏识。那叶心怡可否在我身上看到一些不同之处啊午时日头正盛，阳气足，妖邪难以近身。但我观郡王眼眶乌青，印堂发黑，似乎与此妖物纠缠颇深，以致心神难安。那不知叶心怡能否替我驱除妖邪呀？正是此妖物。叶心怡，可否为我驱除妖邪？我必当以重金相谢。此妖物道行极高，想要灭掉它，得费些功夫。我今日先帮郡王安定心神，让他这几日都不得近身。好，有劳叶心怡。郡王看这铃铛，放空心绪。七叶昙花。七叶昙花。为什么用这个图案？因为祠堂。叶平安一直在这里。叶平安一直在这里。我和霓裳已经演练好了，放心吧，一切都是按照你说的，肯定没问题。可李宗旭性格多疑，从不轻信他人，甚至会认为是有人要害他。方才在山下，我们是不是撞鬼了？撞什么鬼？我看是有人故意派他们来，扰我心绪。北坡风势下沉，易燃烟雾，我会御手而出。妖物！妖！他相信鬼神之说，若他目睹自己无法解释之事，一定会乱，乱则求神。在他投井之前，已经把自己的夫人和小姨都杀死了。你怎么可能见过他的夫人和小姨啊？快去祭坛。这珠子我打了个活扣，到时候你解开，自然会散掉。平安，我给你变个戏法，你可要看好了。
总之呢，我们要反复诱导他，正是此由。从没病到有病，从没妖到有妖，直到他彻底相信妖物存在的那刻，我就能成功引他入局。可是你编的假言杀妻投井的故事，若是李宗旭下山后去查证，那万一我们……谁说是我编的了？我可是特意向顾文宇打听了圣都附近的疑案，这才选了这个案子。若李宗旭真的找人去查，只会发现确有其事。虽然这个样子能够骗过他，但是万一他入眠以后中途醒来该怎么办？那我就暴露了呀！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，所以我要赶在他醒来之前，找到烙印和玉石案的线索。因为此他。每队间隔15拍。5、10、15。奇怪，怎么没有李宗旭母亲的灵位？这可能是出去的机关。看是凶门，不利刑狱。李宗旭不会用它。李宗旭五行属金，钱属金，是开门。不对，他既然如此避讳母亲的灵位，甚至将其藏于密室之中，那这机关一定与他母亲有关。血女图，母亲。难道他母亲也遭受过什么伤害？疾病心伤，那是
就应该是朕。李仆爷，你家郎主在做什么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请仆爷先在偏房稍歇，我立刻叫郎主过来。今晚以蛊惑乱众，设一伏兵。郎主，有贵客到。知道了。君王还有事，那平安就先告辞了。带我回去准备准备，过几日再来驱邪。多谢叶心意，希望叶心意早日为我驱邪。送客。是，叶心意，请。叔父，寿丹使臣3日后入京，圣上已勾选了和亲的人选，前赵也在其中。你意下如何呀？叔父，驸马之位看似风光无量，实为案板之肉，这份殊荣还是让给武士吧。那你得掌握好分寸啊，那是自然。叔父。侄儿还是想请叔父帮一个小忙。说吧。使臣入京必会设宴相迎，侄儿想请叔父向圣上奏请，夜宴由我来办。为了什么？袁绍成。这只野耗子不简单呐，端了龙门场，愣是给众士族来了个下马威。是啊，叔父，度量一倒，我们在户部失利，都是袁绍成在推波助澜。现在他跟海一平走得近，又死盯咱们沿路生意不放，这背后肯定是武士在受益。夜宴太大，所以才要借这个机会把袁绍成拉下水。武士若保他，必会受牵连；若不保，就逼他反咬武士。好，忙我可以帮，但是你要做什么，怎么做，我一概不知。嘿嘿嘿，恭送叔父。
这鲤鱼肉刺多，不容易吃啊。是啊，吃起来麻烦了些，不过其味道鲜美啊。海公若是想吃，我方可替海公剔刺，如何？条件呢？我若扳倒了他，我要他手上的关盐转销之权。关盐不是你能染指的。说说你真正的条件吧。大理寺少卿的后面，我想加上同平张氏4字。这鱼肉不能着急吃，刺要是没剔干净就往下咽，容易被卡住。我若是为美党剔除李宗旭这根大刺，这肉我是不是就能吃了？若是不成，也定不会牵连美党。你这不是为了美党，是为了那些吃不上盐的百姓。我给你个忠告，李宗旭的身份非同寻常，你应该去找一把现成可用的刀。谁？探子回报，叶平安已入了琅琊郡王府，他便是一把可用的刀。但是这把刀用毕后，还得处理干净。少卿知道。来吧，尝尝我府中厨子的手艺。这鲤鱼啊，就是香。你来压压看，他下局是输还是赢？输。他运势当头，连赢这么多把，为什么让他输？这回呀，我压把小的。因为光头是你们的人，该让他输了。上！行啊，你挺厉害呀，现在都能到琅琊郡王府上看病了，缺银子？谁会嫌银子多啊？光是看着白花花的银子，我心情就好。说实话吧，他是不是你们的下一个目标？你不是很会猜吗？自己猜呗。哼，我就直说了吧，他我也盯上了。不如我们再合作一次。我已进入敌人老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？相信我不说，你也知道，但凡你要接近他李宗旭，暗处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再说了，你在野，我在朝，对付李宗旭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就是个商人吗？能有多厉害？
我不信。我告诉你，他李宗旭出身于……你套话。我从来不会轻敌，要不是发现此人奸诈不好对付，也不会收到消息就跑到你这赌坊来。不过，与其说是合作，不如坦诚点，是互相利用。是不是发现有被人利用的价值是件好事儿？能被我利用，是不是觉得很庆幸？你方才赌赢了，走吧，去取你的赌资。这袋官盐便是你赢的赌资。成色比延庆坊的好，这值不少银子呢。那袋呢？这袋是毒盐。南市有个脚夫因买不起官盐，索性就去黑市购入了这种毒盐来使用，吃了一段日子就中毒死了。若不是官盐太贵，他又怎会被逼得去买毒盐呢？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一个阿婆在茅房里刮消息，是那种东西，人很容易生病。有人说李宗旭是奸计天下的大善人，也有人说他是为富不仁的盐商，你怎么看？或许对于被他施粮救国的人来说，他是个善人；可对于我来说，他是个该死之人。我知道了，他与御史案有关。既然目标一致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知道这圣都盐价为何逐年攀升吗？我查过，李宗旭囤盐不是一两日了，官盐转售由户部监管。我想度量跟李宗旭一定有所勾结。不仅如此，去年扬州突然决堤，洪水淹没了大片盐田，李宗旭趁着盐价高涨之时大赚了一笔。据我所查，这决堤的洪水绝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你是说，扬州决堤也与李宗旭有关？他李宗旭布施的粮的确救了一些人，但这救济百姓的羊毛本就出在羊身上，他李宗旭可比度量那好人要恶毒100倍。哎，好看。宋采莲呢？还我！小心点儿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少成又在见谁啊？叶心意。哦。少卿之前让你查新郡底细，他没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少成只是谨慎罢了，放心吧。我在想，少卿和叶心意之间是什么感情啊？你说是友情吧，的确有，但又不止。说不止吧，他们之间的相处呢，又跟我和采莲截然不同。所以你说他们之间到底算什么感情啊？你真想知道吗？他们之间的情谊就像这样。一点大哥样都没有。你突然暗查李宗旭，是因为梅党想对付他，还是你背后另有人授意？他想要拿下邙沟河道旁的地，用来开布坊。另外，他还要逐走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的邙沟人。邙沟开布坊，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这也正是我想要查明的。另外，他操控圣都盐价，大理寺本就有责任盘查他。这苦味变淡了，颜色也逐渐开始变白了。要我说，法子虽简陋，不过，若将这方法传出去，它应该能减缓百姓误食毒盐的伤身之患。
如今这大风，大鬼当道，小鬼难缠。从官到商，从权臣到蓄力，这些蛀虫垄断官商，对百姓敲骨吸髓。这样一来，患心疾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人要医，但不能只医人。这顽疾可不好医治。当朝尚书仆射，是他琅琊郡王的叔父，圣上册封的昭阳公主，是他的堂姐。所以对付他，还得你我2个疯子来做。只是希望，若有一日你站在那高寒之位，眼里还能有着万民疾苦。若是不走到路的尽头，没有人知道这尽头会是什么样的。今日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李宗旭的事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线索：我在琅琊郡王府看到刻有鹰头的竹筒，竹筒里的信件是说丹文写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偷出来？我不能打草惊蛇啊。他府上有最肮脏的秘密，也许我们能趁机将他所犯的罪行一并揭开。千万别再打仗了。是啊，好不容易才过上这太平日子。千里远道，一路辛苦，所需用度已为各位备好。今日请在此歇息，明日辰时入宫觐见。有劳了。纯阳王知晓公主今日入京，提早备了些薄礼献给公主，有双凤玉瓷碗、百花琉璃尊、玉竹酒龟莲等，请公主笑纳。纯阳王有心了。啊，听闻这纯阳王武良辰是个美男子，公主，公主。我在朔丹从未见过如此美的石榴花。听闻大风有献石榴寄情的说法。好急，武将军住哪儿？我想摘朵石榴花送给他。公主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不如焚香沐浴，早些休息，明晨上殿就能见到心上人了。嗯，也是。那我明天再送给他。胡将军肯屈尊约我来此共饮，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好啊，你不会忘记圣禧2年，你任汴州加怀仓仓司使，拒掉颜良以解金元之困的事吧？唉，吴将军有所不知啊，当时关内大旱。本就要调拨颜良救灾，拒掉是因为颜良不足。这不只是我家怀仓难呐。既然难，你又何以在调令前半个月私调1000担盐，却未报户部？吴将军，你无权调阅各仓部书，私调部书是重罪。徐主事，自己来念吧。这可是武将军非要听的。圣禧2年腊月初3，
着调盐350担，赐威王李显，以奖其平叛之功，不入户。腊月26，着调盐500担，交李宗旭转卖，所得银两入国库，不报户部。另有150担。吴将军，这后面的就不用念了吧？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皆是上意。我明白了，前朝时你们将这些烂账和公理绑在一起，这样一来，谁都查不了了。这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主事便敢想便敢做的。吴将军可否体恤小官的难处啊？当时不是我不想调，是嘉怀仓无盐可调。若说征用军需，比我汴州有盐的大有人在。当时李宗旭的手中囤了多少官盐？下官不知。武将军若想知道，不妨亲自去问。郎主已经在等叶信一了，请。将军，我们还进吗？不去了，走。郎主，叶信一到了。哦，郡王，叶信一，自从你上次来过之后，我的确没有再见过那个妖物。我算过了，今夜是除掉此妖物的最佳时机。我需要在府上布阵。今夜？若错过了今夜，起码还要再等2个月。郡王也不想夜长梦多吧？好，那就按叶信一说的办。李管家，待会儿我会在这里布阵，天亮之前不许任何人靠近这里，否则阵法便会失效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吩咐府中的下人。给你的信一直都没有回复，现在求我来，诚意有点迟了吧？你对圣都还是不够了解，这儿处处是眼线，自落入他人之手便是铁证，只有面对面交谈才是最稳妥的。那你是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将盐低于市价30%卖给我们喽？盐的事好说，就是驸马这个事，你大可开出条件。你是想让我们选李氏为驸马？恰恰相反，在圣上心里，我们李氏宗亲记挂前朝，犹如悬头之石。李氏成为驸马，若战事再起，你们能牵制于他吗？圣皇的心思，还得你们自己人来猜呀。
我有一个好人选，武安康。若武安康成为驸马，你们不仅能带走一员大将，将来让他做人质，圣上还是要掂量掂量的。这件事你大可不必担心，我们的公主本就喜欢那位武将军。好啊，我与硕丹的朋友甚为投契啊。既然我们是朋友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圣都危机四伏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危机？我们是奔着和亲来，难道还有人敢在我们头上动土不成？现如今有很多官员都是凭着当年的战功得到的官职，那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足兄弟死在战场上，心存私怨呢，未必想化干戈为玉帛。你还是多留个心吧。郎主，找几个死士扮成芒沟人，再找个准头好的弓箭手，在宴请使臣的夜宴上择机送。可要是使臣真有个好歹，那郎主和他们的生意也……只要这一箭能射出去，就能给芒沟人扣上一个刺杀使臣的大罪。能扯上芒沟，那必定是袁绍成指使的。可袁绍成……郎主，并无异常。走，去看一下叶新一。郎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今夜一直盯着叶新一，一直在做法，没有离开过。好好看守。是。我从鸿胪客馆打探到，硕丹使臣郝杰今夜要去琅琊郡王府。找几个死士扮成芒沟人，再找个准头好的弓箭手，在宴请使臣的夜宴上择机。